哎，最近俺家呢收着个礼物，没想到一个礼物引发了大胖媳妇波澜壮阔的情史和往事，甚至还牵扯出来前女友以及复杂的财产纠纷。6月儿童节不快到了吗？前两天一个朋友送俺家俩孩子几套乐高积木，拎回来这大黄袋，哎呀妈，俩孩子眼睛湛亮。然后当时呢，我们有一个朋友也在，这人呢好像就是挺有钱，就是爱收集，然后跟我们说他最近呢收集了一套非常贵的乐高，挺不菲的。大胖媳妇呢就有点虚荣心上来了，说我小时候也有一套乐高，我妈给我买的，当时就真是挺招风。原因是啥呢？可能有的朋友知道，我老公这个爸爸布莱恩他不是亲爸，继父。我婆婆温蒂嫁给布莱恩之后呢，布莱恩的父母不认大胖媳妇，每到圣诞节他的爷爷奶奶都不让他去买礼物的时候呢，那爷爷奶奶只给亲的孙子孙女买，对他呢就是对付，给个纸壳盒子、塑料袋啥的。然后温蒂这人呢虽抠但刚，就孩子不是不能对付，但是只能我对付。所以那年圣诞节，温蒂一看自己儿子受委屈了呢，要强劲儿上来了，痛下血本给他儿子整了当年最阔气的这一款积木，就为出这口气。然后大胖媳妇就跟人回忆嘛，那是80几年应该是，当时买的是就是一个大房子，里边还有士兵啥的。然后我们这个收集爱好者朋友眼睛就亮了，就很兴奋说，该不会是1984年的那套国王的城堡吧？大胖媳妇也迷糊了，城堡，哎，好像有国王。那个人说，你呢可以看一看，如果你那套就是我说的国王的城堡，你拿过来，你出价。大胖媳妇说，我还不一定卖呢。结果那人前脚刚走，大胖媳妇开始查手表了，越想越觉得自己那套就是国王的城堡。下午还查手表呢，晚上已经开始查海景房了。告诉我你买2个加湿器，适应一下亚热带海洋性气候，准备在三亚整套房。你说人这玩意儿就是命，你说谁能想到我38了，用你奶话说奔50的人了，活到今天居然可以啃老了。然后这一天心情就贼好，本来大胖媳妇这些年也特别爱买这个乐高的大黄袋子，今年6·1之前心情特殊，自己出钱给孩子挑了好几套乐高积木。他认为啊，自己的灵气逼人，多少是有点当年乐高刺激用脑的功劳在里面的。爱拼才会赢嘛。然后他顺利成为富二代之前呢，就面临着一些遗产分割。他不是想让他妈温蒂8月份来的时候把这个国王的城堡带过来吗？告诉他妈说把我小时候所有玩具都带着，飞机托运我花钱，反正也要买飞机了。然后他这俩妹妹呢就不同意，大胖媳妇就咋说也不听，说我把厨房家电什么都给你，不行。最后给他急的，跟他妹妹说就是房产我都可以让一步，我只要童年的记忆。然后呢，前天温蒂就爬到地下室去找这套国王的城堡去了，然后告诉俺说不好意思没找着。大胖媳妇说怎么可能没找着呢？你啥时候扔过东西呀？然后温蒂呢就偷摸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咋回事呢？就他以前吧有个前女友叫索菲亚，他俩分手了以后呢，我儿子不就去中国了吗？这索菲亚呢没事还来俺家跟我唠唠嗑啥的。完前2年呢人结婚了，怀孕了，我寻思得给点啥，我就把那套积木给他了。当时也没寻思这事儿对我儿子这么重要啊，就谁能想到他这么在乎这个童年的记忆呢？我听完呢，我也就没瞒大胖媳妇，我就如实跟他说了。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啊，就视觉上变白了，问我啥意思？我说啥意思？就直白的说呢，就是你吧，把该继承的房产给你俩妹妹了，把海景房给你前女友了，把2个月之后空手而来的妈妈留给了你自己。大胖媳妇给他妈打电话，你说你家里600多个塑料袋，9000多个易拉罐，你都不扔，你扔我的城堡。这2天我就劝他呀，我说跟往事干杯吧。他说我童年的记忆没有了。我说有，重新拼呗，爱拼才会赢嘛。大胖媳妇刚才就想起这事儿，依然很唏嘘，跟我说，你说我前女友该继承的房产、海景房、积木都是泡影。你说我最近啊，那走街上都直高气昂的，就是以为自己拥有了全世界，结果就我自己不知道，输的裤衩子都没了。这叫啥国王的城堡？我说你这个叫皇帝的新装，皇帝的新装。大胖媳妇去调解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婚姻矛盾去了，那婚姻矛盾让他调的，立马就离了。前2天我跟大胖媳妇一起出席了一个在奥达学校这边的家长活动。这次我俩去吧，有个重要任务，就是出席的这群家长里边吧，有一个妈妈，她呢全职带孩子，然后她家孩子呢报了一个舞蹈班，教的特别好，但这舞蹈班离哪都非常远，我跟大胖媳妇都没有时间接送，但在奥达非常想去。然后我就听说呢，你如果哪个家长跟这位美国妈妈关系比较好，他就可以顺手接送一下你家孩子，在奥达这个课不就上乘了吗？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老外的事儿你搞定，你去跟他唠唠嗑，聊聊天。你看他今天这个状态看起来非常低落，你问问他咋的了。大胖媳妇就去了，我就离大概3米搁这听着。他问人家，嗨，最近怎么样？那个凯特说，不是很好，我和我丈夫准备离婚了，我可能要带着孩子回美国了。大胖媳妇过来跟我说，完了，不可能接送了，要回美国。我说先别气馁，也有可能人凯特就正在气头上，你先问问咋回事，如果不严重能劝的你就劝一劝。大胖媳妇又过去了，问凯特，因为啥呀？凯特说，你也知道我老公是个中国人，我们在生活中就是文化差异太大了。比如说我老公每一天都只想吃火锅，别的他都不爱吃。你能理解一个人每天都想吃火锅吗？大胖媳妇说，
能啊。凯特说是每一天啊，今天重庆红油锅，明天酸菜白肉锅，后天贵州酸汤锅。大胖姐说你说话你就好好说话，你别缠我。凯特说我哪个锅都吃不惯，我也不喜欢吃那个蘸料。在这段婚姻里，从来就没有人在乎，我根本不喜欢麻酱。大胖姐说那油碟呢？油碟呢？第二天孩子放学，大胖姐去校车点接孩子的时候又去找人家去了。见着人凯特第一句话，如果麻酱和油碟你都不喜欢，还有干碟，这玩意儿才好吃呢。我现在随时都带着，随时都带着。大胖媳妇跟凯特聊了能有1个小时，回来了。我说咋样的唠的？她能重新给她老公一次机会不？大胖姐说哎呀妈呀，我忘了她要离婚的事儿了。她能不能再给她老公一次机会我不知道，但是她答应我一定会再给火锅一次机会。听完我就批评大胖媳妇儿，我说人家纠结的不是火锅，是伴侣是否关心她。举个例子，换季皮肤容易敏感，你就送优色林舒缓霜，我敏肌的姐妹人手一支，质地清爽，涂上以后舒服多了。短期速修敏感，长期维稳屏障。晚上我叫凯特来我家吃饭，我寻思我也安慰她一下。大胖媳妇儿趁我俩聊天的10分钟，居然做出了一个外国人火锅入门教程 PPT， 还挺正经。上来先讲一下起源，在网页上直接复制的，起源在西汉，结果自己不知道西汉啥意思，还得问张大铁。喂，对火锅，西汉什么意思？西汉就是喜欢，你先我是汉铁。第二步是判断题，纠正了外国人经常误以为火锅的那些食品。冒菜 is it hot pot？ 耳仔，關東煮 is it hot pot？ 耳仔。No, they are not hot pot. 第三步是练一练连线题，连什么火锅配什么蘸料最好吃啊？北京糖羊麻酱，白西牛肉油碟。大胖媳妇指出，这个环节的薄弱是凯特不喜欢火锅的根本原因。凯特看完 PPT， 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：“你老公是不是有病？”我说：“你先别管他做这 PPT 就是想表达一切差异都是可以适度调和的。你说实话，现在的你还想离吗？”凯特说：“我说实话，看完这 PPT， 我觉得我也许不该离，你应该离。你说对了吗？”这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上班，他连编个瞎话请假他都不会请，给他老板吓完了。俺们公司前2天去普吉岛度假了，大胖媳妇本来也要去，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。我们当时是临时突然决定说下周就去普吉岛待1周。大胖媳妇如果去呢，就会耽误2天课。他要是想调课，理论上他应该很长时间以前就给到学校通知，现在是来不及的。但是我的同事们呢，就也挺喜欢这姐夫，觉得他挺有意思，就怂恿他编个借口请个急假。大胖媳妇问我说：“那你当老板以什么借口跟你请急假，你是无法拒绝的呢？”我说目前有3种理由我无法拒绝：1. 临时拉稀了；2. 家里什么玩意儿堵了要漏水，得等人过来修；3. 给妈上坟。他说1和2那肯定是不行。我是一个网红，我去泰国玩，那肯定能碰着认识我的中国游客。那到时候拍着我搁那沙滩上玩，我领导和我学生看见了，咋解释啊？我说领导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我那天拉稀了，然后给厕所整堵了，我就等人过来修，完水流太大了，顺下水道就给我冲走了，我就昏迷了。完我再一醒来，哎呀，给我冲普吉岛来了，这可信吗？我的学生们怎么想我呢？然后他就问我，那这个第3个上坟是咋回事？为什么不能拒绝？他呢不知道啥叫上坟，我呢不知道他不知道啥叫上坟，因为以前我让他陪我去给我姥爷上过坟，所以他问我请假上坟为什么不能拒绝？我说的是人我那个同事1年到头就只能这么见他妈一面，那孩子想妈思念，想给妈上个坟，那哪个领导能拒绝呀？我万万没想到，就一句话没交代明白，他把上坟理解成了探亲。大胖媳妇想来想去，觉得一个谎言需要后边无数个谎言来补救，他不要这样子，他坚信只要他跟他的领导坦诚相见，并拿出以后怎么把这课补回来的解决方案，天下就没有请不下来的假。第2天他就出发了，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打工英雄昂首阔步走向了校园，路上给他领导还发个微信说他有点事儿要说。然后中午在学校食堂，他就提前偶遇到了他的领导，领导看见他说：“哎，这个穆汉兰老师，我正有事找你呢。我们上学期这个学生评分出来了，你的评分还是很不错的。学校呢很重视教学质量，你呢短期之内如果没有离开北京的计划，学校愿意和你签署一个为期3年的合同。”他听完那1秒就不是他了，别说普吉岛了，他要去普陀寺给他领导烧他一炷高香。领导说完还问他：“对你还有别的事儿啊？”大胖姐说：“我也想找你就说这个事儿，我就没有离开北京的计划，而且我来中国之后哈，我哪儿也不想去。我现在出国，我哪儿的饭我都吃不惯。我这人工作呢，我也不请假，而且我都不涉及上坟这个习俗，我妈自己来，1年来2回。”为了自己的事业，大胖媳妇放弃了浪漫之旅，在家带孩子做饭。还好我们家常备着黄天鹅可生食鸡蛋，它不含沙门氏菌，孩子食用更安全，方便又好吃。白水一煮，蛋香四溢。早餐来1颗，助力孩子们的黄金生长期。回家之后我就问他，我说假请下来没啊？他说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要一去呢，保不住又发生一些什么笑话，你同事还得录我，那样就谁都玩不好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说你真不去啊？那我去泰国1周，我挺想你的呢。他说没事，你们到地方第一时间给我视频上坟。那我到泰国还得挺想你呢。没事，你到了泰国给我上坟，视频上坟。你到泰国看的菜好吃，你可以给我上坟。我带2个孩子也给你上坟，给你们都上坟，给你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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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坟。你不用说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到底啥社团？啥社团？